我认识的一对夫妻朋友呢，本来计划孩子大了要到佛罗里达去退休，都已经准备要买房子了，也去那边了解了环境好几次。后来是因为先生得了一个比较罕见的神经性的疾病，他们就发现在佛罗里达找不到合适的神经专科可以看这种病的。最后呢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打消我在那边退休的念头。另外一对夫妻呢，搬到海边退休已经超过10年了。那年轻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周末想开车开2个小时去中国店买菜，吃点东西，打打牙祭还行。现在慢慢年纪大了，那么视力也不好了，所以呢，开车开太远了又觉得很累，所以就有点后悔搬到这么远的地方退休。还有一个朋友呢，从美国东岸呢搬到 Arizona， 那后来因为配偶走了，房子太大，一个人觉得很寂寞，而且又要打理这个大房子，那儿女呢又不在身边，后来只好把房子卖掉了，搬回台湾。你可能觉得这些事情离你好遥远了，或者是说不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衰老，每一个人呢都会面临了配偶走了，孩子不在身边，要独自生活的时候。这几年呢，常常听到一些退休的朋友说呢，我们退休之后呢，如果要待在美国的话，要住在哪一州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。 很多人以为退休呢，只要是钱存够了就好，但您其实退休之后呢，住在哪一州？如果选择回去亚洲或是别的国家退休，那当然另当别论了。其实选择哪一州呢，会影响您的税、医疗、生活开支，甚至于的退休的幸福感。关键问题就是您有没有想过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税高不高？医疗近不近？冬天呢要不要穿羽绒服？房价会不会有压力？生活机能方便吗？今天我们就用6大指标帮您选择在美国最适合退休的州。记得看到最后哦，我会分享一些帮助您决定退休地点的好方法和好工具。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最常考虑的第一个因素，那就是天气。退休后呢，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可以出去散步打高尔夫球啦，或者是做一些园艺旅行等等那如果选择一个气候极端的地方呢，可能会影响了生活的品质。举个例子，冬天极冷的地方呢，可能会限制于户外的活动，也可能呢会增加了取暖的费用。而夏天极热的地方呢，对心血管健康有问题的人呢，可能会存在了风险。因此呢，选择一个气候舒适、温差适中、四季分明或者是温暖的地方呢，能够让退休生活更愉快，也能够减少了健康的风险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自然灾害，这个也是跟天气有关的。美国不同地区面临的灾害风险差异很大，比如像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有一飓风，那加州呢就面临的地震和野火了。中西部呢也可能会有龙卷风，北部的州呢也可能会有暴风雪。那这些灾害呢，不仅会威胁了生命财产安全，甚至于保险费还有这个房屋的维修成本呢都会高很多。而且呢，因为退休之后呢，承受了大规模天然灾害的这个承受能力呢，会比年轻的时候低，所以提前呢评估这些风险非常的重要。那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税务的问题了。我们常开玩笑的说在美国你有2个你很不喜欢的叔叔，一个呢是联邦政府，第二个呢就是州政府。因为美国呢有分联邦税和州税，但是有些州呢它其实是没有州的所得税的，例如佛罗里达、德州和内华达州。那这对退休人士呢非常的有利，因为退休金的提领和投资收益呢都不用缴州所得税。其次呢，还有遗产税和赠与税。那退休人士呢，如果有遗产税或者是高额的赠与税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家族财产的传承。所以选择税务友善的州呢，能让资产更有效的传给下一代。别忘了还有销售税 Sales Tax 和房产税 Property Tax。那某些州呢，它的房产税低，购房的成本呢和持有成本呢更低。总结来说呢，选择税务友善的州呢，对退休人士有3大好处第一个呢，就是提高了可支配的收入，退休金和投资收益呢就少交税，那手上的钱会更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可以降低了生活的成本，比如说房屋税啦、销售税低的话，那日常开销就压力减低了。第三个呢，是资产传承效率高了，遗产税低或者是无遗产税的话，可以保护更多的财富给下一代。那第3个重要的因素呢，就是医疗品质了。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慢性病还有这个关节的问题啦，或者心血管疾病啦，或者是一些突发的状况的几率呢，都会增加。我们可能不能像年轻那样的时候呢，1年只看1次医生，而是需要定期的检查、做复健，甚至于住院治疗。那如果医疗的资源不足的话，医院品质不佳的话呢，它是会影响到了生活的品质。那这个医疗系统呢，不只是医院多，而是要有高品质的医疗团队、先进的医疗设备，还有
良好的复健资源等等。尤其是退休人士来说的话呢，医疗的决策往往会影响了寿命、生活品质，甚至于行动的能力。所以呢，选择有大型的医院中心啦，或者说名列前茅的医学院、医疗体系的州与城市是非常理智的风险管理。另外呢，医疗的便利性也很重要了，例如说离医院与专科诊所距离近，救护车与急诊资料，家庭医生与牙科啦、眼科服务啦是否方便等等，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进去。尤其退休以后有时候一个不小心跌倒了，一次的心律不整那就是分秒必争了。那总结来说呢，优质、便利、全面的医疗服务呢，不只是保障了身体健康，更是维持了高品质退休生活、延长寿命、降低了财务风险的关键。那当我们选择退休的地点的时候，不是说只看风景好不好，或者说税务友不友善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如果有一天需要医疗协助的时候，我是否能够在一个可以信赖、可以快速得到必要照顾的地方。第四个要考虑的是所选的州需要的生活成本。那生活成本呢，会直接决定您的退休金能不能撑得久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您每年生活费是6万块美金，但是生活在生活费高的州呢，物价和房地税呢就高了 20%， 那您每年可能就要花到7万2美金了。可能感觉不是差很多，但10年下来呢，其实多花了12万美金。也就换句话说，同样是120万美元的退休金呢，在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州呢，可能呢可以过个20年，但是在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州呢，可能就只能撑了16、17年了。所以呢，选对了州呢，这不只是省钱，这是让你的退休金能多撑几年。这件事情呢，我想到了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女儿小的时候呢，女儿的法文老师呢是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位老太太，后来因为年纪越来越大，不方便自己开车去买菜办事情，于是呢就搬到了老人公寓去。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老人院它里面有医疗的团队，有餐厅，住家环境呢也很舒服，但是它的费用很贵。就住了几年之后呢，老太太跟我说了，她说她已经快要没有钱了，她可能要换一个地方，或是搬到外州去住了。那这件事情不到1年呢，老太太就过世了。我常常会想，当年如果她的钱不够用了怎么办呢？年纪这么大了，她又没有钱，然后呢又要去外州生活，而3个儿女都不在身边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所以退休的时候好好计划每个月的生活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5个要考虑的原因呢，就是生活机能方不方便。平常呢，我们可能想去中国超市买点东西，想吃一点家乡味，或者说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打打牙祭。那如果住的地方离中国超市开车呢1-2个小时以上，而且家里附近也没有一些比较不同口味的餐馆，那生活机能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也容易让人家感觉到很孤单，会想家。生活呢其实不是只有阳光和房子，便利的生活方式和熟悉的食材呢，能让退休生活更开心，更有归属感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值得考虑的问题呢，就是其实退休呢不是躺平，它是能常常出去走一走，比如说啦，探亲，或是家人来探访，旅游，冬天飞暖的地方，夏天呢能够躲酷热的天气等等，甚至于呢突然想吃家乡味，就飞一趟台湾或中国。那如果家里离飞机场很近，20分钟说走就走。可是如果要开2个小时，甚至要转 shuttle bus， 还要转好几站的话呢，那这个旅游的梦很快就变成噩梦了。其实机场便利不只是代表旅行方便，还意味着说回亚洲看家人更容易，还有亲戚朋友来看您呢也不用折腾了。最主要就是有紧急的医疗需求的时候呢，飞大城市也方便多了。说了这么多呢，最后呢，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先列出最重要的需求，这是第一个。天气、税、医疗，或者是说生活便利性，哪一个您觉得是最重要的？第2个呢，就是选出前3名州，那试住1-2个月，看看感觉如何，那看看会不会发现什么问题啊。第3个呢，就是可以咨询当地的医疗，还有社区、房屋中介等等，或者是在您选的州有居住的朋友，可以跟他们咨询。第4个呢，就是要评估了医疗、社会资源，还有配合了退休收入与税务的规划。那最主要还有参考呢我附赠的6项指标可查询网站做最后的决定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根据了上面的6项指标呢，整理了一份美国热门10个退休州比较表，帮您做最适合的退休选择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呢点击连结索取。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并留言告诉我您最重视的退休条件是什么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